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破败不堪、满目疮痍，很荒凉。但这里啊，恰恰就是一个2500多年的古村落。我们一般说到古村落300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都比较少见。而在山西太原附近的一座山里面，却有2500年的古村落。这个古村落非常有特点，它就是一个石头城堡式的村落，里面呢全是那种古老的窑洞。听说很多窑洞呢都是2000多年前建的。同时，在这个窑洞下面有错综复杂的暗道、地道。一般我们说的暗道，就跟像地下长城一样，而它这里的地道呢，到现在仍然还没有人考证出来到底有多长，这个是不是很奇特？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2000多年的村落里面看看。这个古村落可以分为5个片区，从东到西延绵1公里。以前的一个驿道啊，也途经村中。因为这个地方是前往西北的一个重要通道，就是西通陕甘宁那些地方。里面的建筑呢，采用当地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那个石头，加上灰泥砌成。我们经常说，在太行山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村落是一个石头村落，它这里也是一样的。以前的话，大大小小的房间，窑洞是串套结构，大概是3000多间，现在保存的是461间。一般是分为2层，有一些呢还有3层、4层堡垒建筑。里面呢，关键是还保留战国时期就留下来的暗道，反映了先秦时期步骑制度的隔道、舍道。还有呢，用于冷兵器时代作战的瞭望台、瞭望孔、射击窗等军事措施，可谓是层层有窑洞，窑洞有台阶，院落有通道，窑洞内外有暗道等等啊。这个地方叫店头古村落，也叫做店头古堡。在这个店头古堡现存的建筑里面，最有特点的就是石窑洞和它的暗道。奇妙之处在于上下钻窑洞，左右能互通，不走回头路，犹如绕迷宫。意思就是说，整个窑洞都是迂回相通的。倘若不熟悉情况的敌人进来，仿佛在走迷宫，还没攻击已经被绕晕了。就是说，你走到里面一个窑洞啊，如果钻进去，那么你可以从可能200米、300米之外的一个窑洞走出来，就里面是四通八达的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去这个古堡里面看一下。一来到这里，仿佛就来到了石头王国。那这些石头呢，基本上是在附近的河流当中取过来，然后用一些石灰把它弄成。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窑洞式的。然后这上面是一层一层上去的，因为本身这个古堡它在2500多年前就存在，它最早的时候是防御的作用，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太原嘛，晋阳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，经常呢就会有战乱发生。那这个地方呢是进入陕甘宁一个交通要道。所以呢，这里相当于是晋阳城的一道门户，就是早期的话，相当于是一个军事城堡。后面呢，军事城堡它的作用啊，如果王朝稳定了，它这里呢就相对来说作用就会慢慢减少，那自然有居民进来居住，这样反反复复的话，这个地方最后变成一个古村落。但是2000多年前那些古道密道还保留下来了。这里是叫雀堤楼，是3层的那种窑洞式堡垒。属于战国时期的那个建筑，就是说这一块的建筑已经2500来年了。你看，这是有一个通道，可以直接上去。雀堤楼就是打击来犯之敌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在最下层。现在去窑洞里面看一下，2000多年的窑洞，大家见过没有？里面是非常简陋的，以前可能有人居住，现在正在开发。这是很浓的生活痕迹啊，完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，都不是砖结构了。我们一直说它这里的窑洞是2层、3层，它是全部相通的。那从这里进去呢，就是变成第2层窑洞了。这窑洞里面还是很舒服啊。你看，进来了，这有一个台阶上去，很矮小啊。它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防御通道，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逃生通道。我们相当于是到了2层，又进入到一个院落。这是我们最开始看的那个通道。在这个2层呢，它有一个作用，起到观察。
其实2层、3层都是观察的，就可以观到前方那条道路有没有敌人路过。我们刚刚是从里面出来的，现在继续往前走，它这里又是一个通道。这旁边应该是装修过了，这里称之为一个通道，其实也是一个窑洞。这个就跟我们走很多地下四合院一样，他们会有单独的一个窑洞用来通道，就是通行。这里不知道建了多久才建成这个样子。我们等一下还得去那个地道里面走一走。来到这些地方，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，也叫特点吧，就是说，你的屋顶是我的院子，在这个地方体现的淋漓尽致。我们下面其实就是窑洞，但是你走到上面来了，这就是上面这户人家的院子。这个地方在陕北以及黄土高原那些窑洞村落很常见。这个村落好像还有个寺庙。你如果来到山西，其实看寺庙真的不稀奇，因为在这边有这样一种说法：进村或者只要有村，他们就有庙，而且呢，可能还不止一个庙，多的时候有5、6个、7、8个吧。那可能是一些大村落，小的话1、2个。它这个村落同样是在河流旁边，以前呢，这里就是一条古道。那这个店头村、店头古堡的名字，就是因为这个沿着这条古道旁边的那些店铺而得名。这里现在其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无人村了，因为完全是没有人居住的。那这些大家能猜出来有多长时间吗？2500年的村落，2500年的窑洞，确实了不起啊！据说这里当年秦国的士兵在这里驻扎过。哎呦，这里还有冰哎，这里面很冷啊。这放一个木头是啥意思啊？这也不是承重的。这里面很潮湿，真的称得上是残垣断壁啊，荒草萋萋的。这些地方其实我感觉冬天不避寒呢，冬天可能也会很冷。那些古地道就在前方那些院子里面，其实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也有啊，只是说它有些开发了，有些没有开发。感觉这边的窑洞稍微新一点，然后这个院子大一点，应该说也是人去楼空。这里就稍微年限没有那么长，不大也是比较小的。那么这边房间可以看得出来是没有暗道的，我猜想这些窑洞应该是后期修建的，就没有暗道，因为那些暗道主要是2000多年前修建的，战国时期以及秦国当时修建的。秦王朝暗道在这里找到了。这些暗道估计很多人不敢进去，因为来这里游玩的，他可能也就是在外面看一下，去仔细看看这个地方的地下暗道是什么样子的，半开发、半荒废的状态。这里以前都是住了人的古地道，其实我就喜欢走这些地方。哎呦，你看，就是一个窑洞形式，然后这个地道。这个口这么小啊，可能才1米，进去的话得弯着腰走。这个古地道现在是发现有6个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在里面200米处，还能看到支道多达10余处，纵横交错，里面的巷道特别多。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下，这路口完全要弯着腰进去的。哎呦，这地道怎么这么矮哟？这怎么过去啊？这不好走啊，我有点不敢走，因为太窄了，你得爬着走，这里蹲着都不行，这就没意思了。我还以为这个暗道能一直走进去呢，这里大概4、5米，基本上是要爬着的过去，蹲都不行。小孩子可以，
所以在这样的暗道里面又没灯，走起来真的会有点害怕。怪不得说很多人来到这里，他只是在外面看一下，不会往里面走，因为确实不太合适。如果里面说有灯控制，有箭头这一些还好一点。那我们就不走了，往前走，我出去了。我背着包一直在磕着，太矮了。出来了，走在里面感觉很别扭。大家对古代的暗道作用可能不太理解，但是我们就来说一下上个世纪的故事啊。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，当时不是有一个日军嘛，他们攻占了太原之后，进一步呢又来到这个地方，很多人都迁移走了。当时呢，这里还留下了一个游击队。有一天呢，日本人大概100人跟队伍，他来到这里，结果呢，来到这个村落之后，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因为这个村落暗道太多，当时的游击队呢，就利用这个地理环境暗道，把这些日军呢就消灭在这个地方。这是上个世纪的故事。从这里呢，也能够证明这个村落它这个防御一体的作用还是挺大的。这里还有个大的院落，这里好像也有暗道哎。它这些暗道都是比较小，你看，跟我们刚才看到是一样的。我们就不走进去了，因为这里面可能没有整理。我有一点怀疑啊，这个村落包括附近这个山，可能都被掏空了一样。因为地道这么长，到处都有的话，它的地下交通系统很复杂，那肯定是挖了很多的。我们经常说土匪那个山寨下面被挖空了，那这里也非常有可能啊，完全是看不到人了。现在可能就剩下1、2个工作人员，值班的人员在这里。这边应该算是一条他们村落的主街道，对面也是属于这个村落的一部分。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这么理解，辉煌了2000多年，到现在衰落了，可能没剩几个人，真的是石头房屋、石头道路、石头台阶，就跟太行山里面很多古村落是一样的。走了，出去了。因为这个村落整体不大，布局都是一样的，窑洞也是一样的。你看它这个巷道啊，道路也是有坡度的，就是防止下雨浸泡嘛，这样水的话就直接通过这个道路流到外面河流当中去了。您住在这里吗？现在这个村还几个人？没有几个人，都搬着了。5个人有没有？有，好多没有3户。就3户，也就是5、6个人住在这里。那您就住在这里？那吃饭自己做饭？对。在这里遇到一位工作人员，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，现在大概就剩下3户人家，6个人在此居住，非常少了。同时他告诉我们，这个村的地下暗道大概是5公里左右，其实也算是非常长了。基本上是2001年开始搬走的，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。我是感觉非常可惜啊，可能是这个地方生活不太方便，以及大家生活条件好了，都搬出去了。